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假吃，太做作。这一次，杨紫颠覆形象，带来教科书式干饭。5. 必须杜绝错别字。6. 段落的结构要清晰明了，其间可添加过渡词。7. 正文确实不能有错别字啦。8. 正文的逻辑的通顺着呢。9. 配图的和文章相互匹配哟。10. 标题可别恶意歪曲啦。文滚胖子鱼说，电影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呀，电视剧却赔得连底裤都没啦。这就是近些年来咱国影视剧的实际情况呢。2023年的暑期档呀，那电视剧可是一波接一波的冒出来呢，各个平台也都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都盼着能像狂飙那样成为爆款呢。有人统计呀，从今年6月起，都已经有50多部剧集啦，还有10多部综艺也先后播出啦。可是呢，大家就只是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营销和宣传，真正能掀起全民追剧热潮的，还真挑不出来呢。无论是年轻的当红小生，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戏骨，他们带来的作品好像都不能让观众满意呢。就拿杨洋和王楚然主演的那个消防情感剧《我的人间烟火》来讲哈，这剧一开始播出就立马吸引了不少话题和热度呢，可没想到评分却从 4.1 一下子降到了 3.8， 还提前从暑期档撤出去啦。为啥它的热度和评价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部剧呀，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演员的演技，那可都是满满的槽点呢。一开始呢，男女主约会的时候玩灭火器，这还被官方给点名批评了。接着呢，男主杨洋那表演又生硬又油腻，真的没法让观众心甘情愿的去为他买单呀。从这部剧的反响来讲呢，平台在排播的时候，主要把演员阵容、颜值以及画面的色彩和效果当作审核标准啦。他觉得只要把流量演员请到位，就能调动起观众追剧的热情呢。其实呀，现在的观众那品味早就不是只看颜值啦。而且呢，今年暑期档的竞争那可是超级激烈的从剧集一开始的片头，一直到最后的片尾，从内容方面到演员的演技，甚至是每一个小小的镜头，每一个眼神，大家都会特别认真的去打分呢。5. 千万别出现错别字哈。6. 段落结构要清晰，中间记得加过渡词。7. 正文一定不能有错别字呢。8. 正文的逻辑的通顺呀。9. 配图的和文章相匹配哟。10. 标题可别恶意曲解啦。这些小小的细节都是决定能不能让观众买单的关键呢。现在的剧情暂时找不出那种很火的，但是古装题材的电视剧却一个接一个的给观众带来了惊喜。由杨紫、张晚意这些主演的《长相思》在开播那一天，热度值就超过了3万呢，而且还打破了平台2023年剧集播放速度最快的记录，成了爆款预备剧啦。有人问道，同样都是流量担当的剧，那为啥《长相思》就能这么火呢？其实特别简单呀，这部剧的演员阵容那可真是谁丑谁犯运呢。童星出道的杨紫那可是家喻户晓呀，还有演技和颜值都超棒的张晚意呢，帅气又清冷且张力十足的谭健次，再加上温柔的小奶狗邓卫，光听听这些名字就已经让人特别想看看他们的表现啦。5. 要确保没有错别字。6. 段落结构要清晰，中间可以加上一些过渡词呢。7. 正文一定不能有错别字啦。8. 正文的逻辑的通顺呀。9. 配图的和文章相匹配。10. 标题可不能恶意曲解呢。并且这部剧不仅仅是演员阵容有吸引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全体演员的演技都在线呢。女主角杨紫从小就出道啦，
那时候就家喻户晓啦。等他成年后拍的《战长沙》《欢乐颂》《香蜜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等等这些剧呀，每年都是爆款呢。而且跟他搭档的那些男演员呢，全都成功的出圈啦，妥妥的就是演技和热度都一起存在着呢。他播出的剧每一部都能成为年度爆款呢，像那部《长相思》，才播出4集就登上了热播榜的第1名啦。你打开评论区一看，那里面全是对演技的好评呀。在这部剧里呀，杨紫饰演的是清水镇的男医师文小六呢。那女扮男装这种事儿呢，在古偶剧里可是常常有的啦。不过每次大家都能挑出一堆槽点来呢。在别的古装剧里呀，女主角虽然是以男装示人，但她的睫毛呀、口红呀、眼影呀，还有眼线，一个都没少。看着就让人忍不住纳闷，这么明显的装扮，怎么可能察觉不出她是女的呢？这简直就是在糊弄人嘛！在《长相思》这部作品里呀，杨紫把口红给擦掉啦，睫毛也摘掉啦，然后穿着长衫，还戴着黑帽子呢，一眼瞅过去，那模样完全就是普通中年男人的打扮啦。不仅如此，杨紫为了跟人物形象更贴合，她把自己变成了实打实的男人，走路的姿势那叫一个洒脱，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就连轻微驼背这个小细节都拿捏得死死的，江湖气质瞬间就展现出来啦。说话的声音变得很粗，但又不是故意的。当听到小弟多管闲事时，他一抬手就给了一个大耳光，从他的举手投足中，把一个中年男人展现得非常到位、生动，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流量女明星。尤其在拍吃饭那会，杨紫一点都不扭捏，拿起饭碗就开始吃，吃完用袖子一擦嘴，把原著里邋遢的小腰演绎得特别逼真，完全看不出来她是流量女明星，也没有偶像包袱。其实演戏最害怕有偶像包袱啦，就像鞠婧祎在《迦南传》里有那么一集剧情呢，她被困在火海当中，四周全是火光，屋里的那些陈列设施都被烧成了灰烬，可她的脸上压根儿就没有一点灰，反而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妆容也特别精致，那火光映在她脸上，反倒让她显得更美丽动人啦。在《迦南传》里头，鞠婧祎一直顶着那门帘造型，还有那扮永久妆容，就为了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精致漂亮呢，并且她也一直都在塑造自己女明星的那种形象哟。在一场生日吃面条的戏里，她娇滴滴的咬了一小口面，紧接着就抬起头，把自己的眼泪和美貌都展现了出来，真搞不懂这一幕到底想表达啥内容。女明星为了维持身材，在演戏时假吃的大型翻车状况那可太多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颖在《大汉情缘之云中歌》里的假吃名场面呢。在这场戏里，杨颖的常常炸好的美食啦，她用一只手把食物夹起来送到嘴边，同时另一只手呢，就很像那么回事的在下面接着，那模样看起来就特别像要开始吃东西的样子呢。嘿呀，镜头这么一转呀，那美食还没挨着嘴边呢，就又给放回去啦。接着呢，一连串标准的咀嚼动作就开始啦，这模样好像在跟观众说，我刚才在吃东西呢。可这演技也太烂啦，把好多观众都给整得直呼太假啦。女团出道的孟美岐没接着唱歌，而是去演戏啦。在我心飞扬里，她假吃那一段还成了名场面呢。她扮演的那个运动员在比赛中失利啦，她把悲痛都转化成了食欲，一边大口大口的吃饭，一边眼泪噼里啪啦的流。就在观众都特别有感触的时候呢，那个对脸镜头把她把馒头完好无损的从嘴里吐出来的画面给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啦。这一幕直接让她之前的真情流露化为乌有啦。此刻在观众的心里，她不再是那个角色啦，而是女团歌手孟美岐。其实要是因为道具的缘故，演员不得不进行假吃，观众也不是不能接受呀。不过呢，
这种特别低级的表演确实很难让大家产生共鸣呢。错不在于不吃饭，而是演技真的太差啦。在《甄嬛传》里呀，陈建斌扮演的皇上跟蔡少芬扮演的皇后一块儿吃饭呢，那桌上满满当当的好吃的全是道具哟。蔡少芬一不小心就把一块茄子道具夹给了陈建斌，陈建斌嚼着嚼着就觉得不对劲啦，可他还是跟没事人似的接着往下演呢。花絮一放出呀，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场戏里皇上吃的是道具呢，压根儿就看不出来有啥破绽。蒋欣所扮演的华妃呢，那可是实实在在的硬着头皮去吃呀。在一场吃西瓜的戏里，她懒懒地靠在靠垫上，顺手就插起一块西瓜开始吃，瞬间就把宠妃的形象给营造出来啦。不过在这场戏里呀，由于夏天的温度那是比较高的，西瓜早就已经变质变味啦，可蒋欣却依然把那种津津有味的感觉给演出来了。难怪《甄嬛传》能够成为宫廷剧里的顶尖之作呢，真的是没对比就没伤害呀。其实吃戏的重点压根不在于你到底有没有真把东西吃下去，关键是要把你的角色形象和内心传达给观众呢，这才是吃戏的核心所在。这次杨紫在《长相思》里的那种教科书式的干饭，给观众带来了惊喜，同时也给那些假吃的女明星做出了榜样，哭进观众心里。杨紫不但吃得特别深刻，还哭进了观众的内心呢。在那场小六被绑着挨打的戏里，杨紫既没大喊大闹，也没拼命喊叫，而是紧紧握着双拳，眼眶变得红红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每一下抽打在她身上，她的身体都会蜷缩起来并颤抖着。这场默默的哭戏呀，能让观众隔着屏幕都特别想帮她拦下那鞭子呢，代入感特别强。虽然目前仅播出了4集，不过却已然吸引了众多观众。